各位大家好，今天来介绍宝多六花可动组装模型史给六花在哪里？是什么蒙蔽了我的双眼？说真的，这个封面真的是画得非常的漂亮，很值得收藏啊，舍不得丢掉。那它是一个全新的玩具公司 Annulus 所制作的，而且这个模型也有在好微笑的官网上面贩售啦，所以也算是好微笑的公司企业吧。我觉得这个模型的定位有点像是秀屋的创彩少女啦，因为都是一个女高中生的模型。完成宝多六花，綺麗ですね，非常的漂亮。那造型比例都不错，好像从动画走出来的一样。首先看一下宝多六花的头雕，非常的漂亮。那头发呢也雕刻的非常的精致啦，比较尖锐一点。然后它的头发的材质呢是比较软一点的塑胶，所以后面这个毛呢装上去的时候就有点被我压坏了，会有白痕跟凹痕啊。脸蛋刻画的还不错啦，而且表情也很棒。那他的脸呢，就是一个微笑的脸啊，嘴巴就是稍微打开来一点，里面是红色的零件。但是他这个眼睛的印刷呢，并没有说非常的好，就是眼睛好像会一点一点的没有印好的感觉啦。那可能是日本的印刷技术呢，没有说很发达，反而厉害的是在中国啦，因为他们长时间外包给中国的公司。虽然是这么说啦，可是你远远看的时候呢，其实好像也还好啦。那反正它也有附赠空白的脸型啊，跟这个水贴的贴纸啦，自纸贴的话应该会比较漂亮一点。当然它是可以替换表情的，但是我们先把头拔掉会比较好替换一点。那因为它的球冠比较紧一点啦，所以是脖子一起拔掉的。我们要先把它的前头发抠出来，可是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它的脸不容易拔出来了。那你要从下巴把它抠出来也是可以的。只是你的这个卡扣就是要润滑一下了。那这个害羞的表情非常的生动，我个人也是蛮喜欢的啦。还有一个微笑的表情，那嘴巴如果涂一点红线的话，应该会比较好看一点。还有一张应该算是疑惑的表情吧，那这个表情也是蛮有趣的。另外它还有附赠另外一个马尾的头型啊，那这个马尾的头型呢，我反而是比较喜欢的，看起来比较有青春活力的感觉啦。这个时候你是可以直接的卡入另外一个头部，这个样子搭配起来也是蛮好看的啦。那有趣的地方呢，是它这个缎带跟手上的缎带其实是同一个造型啊。那要留意一下这边的马尾，因为这一条是分开来的，你有时候摸到的话可能就会断掉。那马尾这边有关节可以前后的转动，左右的扭动。那这个马尾的头要换脸的时候，一样就是把前头发拔掉。不过这个前头发呢卡得非常的紧啊，所以就是要慢慢的把它拉出来了。脸的话，你一样是可以抠这个下巴的位置啦，直接的抠开就可以了。那头部就是一个球形的关节，所以可以左右的扭动。那前后的弯曲，左右的摇摆。那它的衣服就是一个制服的外套啦，里面也有制服的衬衫，再加上一个蝴蝶结啦，也是还蛮好看的啦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衣服太素的话，就是因为这个是宿主的关系啦。你也可以再贴这个血贴，增加一点衣服的细节啦。然后它的胸口呢，这个标志呢，其实是一个 N 啊。那血贴的 N 在这个地方啊，为什么是 N 呢？因为宝多六花它的原型是镜像密卡灯，没错，就是那个变形金刚的镜像密卡灯，所以呢，它的配饰就是参考那个密卡灯啊。腰部是一个双头的球形关节，所以它可以左右的旋转，取代腰转，不过很容易解体啦。那往后往前，左右的摇摆。裙子就是藏在外套底下啦，所以它达到了一个若隐若现的感觉啦。那它的小裤裤呢，就是白色的，比较清纯一点。身为一个变态呢，当然是要研究一下它裙子内部的构造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外套呢拆掉，跟裙子也是拆掉了。你以为是纱壁时吗？其实没有哦，主要是因为腰部这一块它都是做成块面的结构，它应该要做成弧状的才对，而且它也没有把肚脐雕刻出来，就有点可惜啦。那六花的小裤裤呢，造型就是还好了。那臀型呢还不错啦，背后看很漂亮。那六花最漂亮的地方就是这个粗大腿啦，虽然没有像动画那么的夸张，不过这个造型是比较合理的，丰腴又性感啦。
那我们把外套穿回去的时候，故意不穿裙子，就变成了痴女版的六花啦。那这个样子呢，也是还不错看哦。大腿的可动度呢，因为被裙子限制住了，所以侧抬呢大约45度，前抬也是卡卡的啦。当然这是正常的。它的髋关节是一个双头的球关做连接啦，所以它可以往下拉一段出来。当然大腿也可以做水平的旋转，大约一点点左右。膝盖弯曲单肘关节90度左右。小腿也可以水平的旋转。脚踝袜子的地方呢，也可以水平的旋转。鞋子可以往上往下，也有左右的接地。手臂跟身体有一个关节做连接啦，所以它可以前后的旋转。手臂侧抬呢，达到超过90度的程度。当然，它也是可以360度的旋转。它是球形的关节。二头肌旋转是转下手臂的位置。那手肘弯曲呢，当然就是90度左右的。手掌也有一个往前往后折叠的关节，当然这个手掌也是可以旋转的。手型方面有一对违章的手型，还有一对开掌手，还有一对握拳的手型，还有一个只有左手拿着手姿的手型。可是你的封面是画右手拿着手姿啦，我是觉得应该要给一对才对。另外，它的手姿直接跟手就是做成连在一起的，这边就是有点小偷懒了。后面来看呢，就稍微还好了，毕竟就是制服外套而已。那这个洞呢，就是插脚架用的。它还有附赠一个透明的脚架啦，那这边都有关节可以旋转。那前方就是有一个接头啦，你可以接这个夹子夹住人物啦，但是它真的蛮容易松脱的。不然的话，就是直接的嘟到人物背后的洞就可以了。它还有多一个小小的透明零件啦，但是不知道作用是什么。把人物架起来的话，就可以把腿腾空了，看起来会比较猛啦。那它的底座呢是比较简陋一点的。身为一个好学生，当然就是要有背包，但是这个背包呢材质比较软一点啦，所以压一压可能就会坏掉。我们把手跟头拔掉之后，就可以套上这个背包了。这个就是背着背包的六花的，那看起来也是相当的可爱啦。另外，这也是很佛心的，就是有附赠脱掉制服外套后的短袖制服上衣可以给你替换。那马尾的头就是搭配这个衣服使用的。我们把身体的上半部直接拔掉，还有外套的下半部跟裙子也跟着拔掉，再套上这个新的裙子。那这个裙子的屁股做的比较翘一点，而且它的腰部也做的比较高一点，就是遮掩一点空洞的地方，再结合这个上半身的地方。那我们两边都装拳头好的，不过没有硬性的规定啊。这个就是正常短袖制服上衣的六花啦，那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可爱。有一点你的名字的感觉啦，因为制服的款式很像。因为六花的年龄没有说很大啦，不过它还是呈现一种微微隆起的感觉，就会让人产生一点好奇心啦。而且这种制服都是特别的薄。二头肌旋转就是转皮肤色的地方了，那其他的关节呢都是一模一样的了。那因为都是制服少女，我们就可以跟创产少女庭园的职成员的夏至制服版稍微对比一下。大约都是15公分左右啦，不过六花的大腿做的比较粗，因为这个是它的特色啦。现在来看职成员的身材就是比较像竹竿一样了。当然兽物的这些视觉表现会做得比较好啦，尤其是它的小裤裤做得特别的精致。那他们两个可以交换头部吗？其实有一点点勉强，因为创产少女头的球冠比较粗啦，所以六花的头插下去就会比较紧绷一点。反过来说，创产少女的头装到六花的身体上的话，就会变得比较松了。那今天这个 Annual 指出的宝多六花可动组装模型呢，我是觉得做的还可以啦，因为它的造型呢非常的漂亮，组合手感也还可以啦。那缺点就是塑胶比较脆一点，还有眼睛印刷的字数呢没有说很成熟啦，所以都会一粒一粒的。之后发售的新条线呢，它的下半身应该是可以跟宝多六花合体啦，那就到时候再说吧。今天就介绍到这边哦，谢谢各位收看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见。